太久没录了，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好，我们现在要来教的是，好，我们现在来做的是一个那个带，因为大家好久不见了嘛，所以一开始不知道忘记一开始的都讲什么，我好像都会说好，然后就开始讲了，对不对？好，这次真的开始讲了。好，重来。我们要来做的这个是一个那个模型支架的这个带子。那一般像这样的模型支架呢，我们都是用拉链。那用拉链的话，有时候就是我们要做一点不一样的感觉，所以我们这个包包就不用拉链了。那我们要准备的材料就是表布、里布，然后还有上面要去包覆这个支架的布，还有我要做一个小礼带，然后呢还有一个扣环跟2颗毛毛球。那为什么会有2颗毛毛球呢？因为这块布料呢是毛毛球的布料，所以我想要做可爱一点的，所以我就来选一个长毛布呢，毛毛的，有没有？摸起来很舒服的这个毛毛球来做装饰。好，那这毛毛球要剪的时候呢，你要注意哦，要怎么剪让它毛比较不会到处乱掉。我要现在先讲还是等一下讲？那等一下讲好了。好，来，我们先做其他东西。好，那我刚刚有没有讲吃扣啊？差嘛，老人痴呆，反正你也要准备一个吃扣。好，现在呢，我们先从这个一堆无为不为的开始车。所以如果先车这些无为不为的，你们不想看的话，可以直接先那个快转。好，来，那这个里带呢，因为我们做2层会比较漂亮，反正布料够嘛，我们就当然就是表里布都给它做一下，会比较漂亮，做双层它碎。好，那就沿它的边缘车啦。那开口就留在下方。那这个毛毛球它还是有一点点的方向性，当然你要看你要这样往上堆还是往下跑就你自己选你喜欢的那个方向去做没有什么规定好，这样子，然后我们把这个四周车起来，车到留一个缺口。其实这个东西我本来是应该可以先车起来的不过我在猜想说，反正那么久没拍了，我干脆拍久一点，有没有？赶宽艺术就该看看有对不对？好，来，我们把四周的这个那个什么缝缝把它剪掉。剪掉的话呢，你的这个折角就不会那么厚。好，所以我们在折这个角度的时候，记得我们已经讲过好几次了，先把它折起来，再翻过来，像这样子把它折成一个直角。如果你没有看过别的片子的话，你应该要知道这个角度的地方，如果你没有先折，就直接翻过来的话，缝缝的地方很容易纠结在一起，那个角度也会比较没有那么漂亮，你就要用锥子这边挑老半天。所以呢，我的锥子好，所以我们现在把它那个翻过来正面，折完之后翻过来正面。那如果你不知道说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话，你可以去多看看别的那个影片。喂，锥子我可以，你前面有没有锥子？我锥子不知道跑哪去了。用那个剪刀也是可以用一下你只要不要把它剪破就好了。你切，谢谢。奇怪，我那次比较好用的锥子嘛，稍微丢一批。好，反正他现在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先随便拿支锥子。那我刚刚说用剪刀也可以用你们在用的时候，因为它尖尖的这个地方也是可以挑啦，只是你不要咔嚓弄下去呢还是可以挑，你看还是可以挑得很好。所以有时候就是利用一下你手边的东西好，像这样子呢，我们把它都那个四个角都把它弄好了呢，我们就把它先压线。那如果你不要压线也可以，你就用熨斗烫一烫，再把它压到你的那个里布上面因为这个是要做里带。那我们就先，因为没有用熨斗，我们就把它压一下，它碎。当然你也可以在整咖做完的时候一起熨烫也可以。好，我们把它压起来，把四周的这个边边压好，这样就是一个漂亮的里带。那当然了，用这种方法你也可以做杯垫啊、桌垫啊，任何垫，有没有？就是说你想要这样做，你就是留一个反口，然后把它弄过来就好了。好，之后呢，我们就把它车到这个里布的上面去，好，当成这个就是我们的那个里带。那我们把中央线做出来，这样呢，我们的里带比较不会歪歪的，也不用做记号。怎么说不用做记号呢？就是把它放上去，有没有？像这样放上去，然后把它折一半，对准我们刚刚所剪的牙口，上下都对准一下，然后直接把它放着，打开，好就可以车了。这样是不是就不用画记号线了？没尾高不飒飒
好，然后呢，上面要回针，开始车这四周。哎，你们还北巴车3周了，你不要4周车起来就给你大了一个贴了一个贴布在那边，没有意义，对不对？所以我们口袋呢，就是要有一个地方可以手伸进去。好，上下前后都要回针哦。突然觉得我指甲是不是脏脏的？那多不好意思。哎，我看有些人还会涂指甲，有没有做那个彩绘指甲？因为我不擦指甲油的，就我的手好像比较丑，下次应该要先整理一下。可是我又不习惯，好，不管它。好，我们这样子呢，里带就完成了。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车我们的这个扣环的部分。啊，扣环的部分呢，它是长得像一个这样子噔噔的物件。哦，那当然这个扣环你不一定要做这个样式啦。那其实我之前也有做一个没有扣环的，就直接用那个用毛球去打。那之后我会给大家看，说看你们喜欢什么样的感觉。好，然后呢，我们现在来车一个这个扣环的这个边缘，好，把它车一圈。那我们会车到有弧度的地方呢，你记得你的那个针脚，好，要放慢。那如果你技术没有很好，你没有办法那么慢，你就把你的针目调小一点，它自然就会比较慢。好，然后把它车过来之后回针，回针之后把多余的缝份剪掉。那你这个缝份就不要剩太多，你剩太多的话，其实就还蛮讨厌的。那个缝份就很大很硬，在那边你的那个翻到正面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这样边边角角的不好看。好，然后呢，我们就把它翻到正面来，正面。好，那比较小的时候，你的大拇指啊伸进去之后就满了，所以我们把这个头推进来一点点之后，我们就可以拿出那个小竹筷，还是你任何那种东西。有时候我还会拿罗赖吧，有没有？直接给它吐过去，好，就比较硬的东西把它弄下去。那你不要太用力哦，你会把它戳破哈，因为刚刚缝份那边留比较小嘛，对不对？刚刚讲过了，所以我们这样把它弄过来之后呢，它是不是看起来尖尖的？我们再把这个小竹筷呢，把它稍微在里面画一个弧度，哦，它就会漂漂亮亮的出来了。然后呢，我们再从正面压线，好，压个线。这个等一下都要备用，其实等一下就会车到了啦。好像这样子。好，周围呢压个0.1，艺术这里，好，把它压起来。好，然后呢，现在我们就要用在哪里呢？我们就要用在这个，我们就要车在这个表布的上面，表布的正中央线。好，那我们一样，先把它中央线先剪出来，打个压口，然后呢，正面朝下。好，我们刚刚从这面压线，它就是正面哈。你从哪边压线，就是那边就是正面。然后中央点对准，如果你这样不会对，你这个也是给它剪压口，2个压口对在一起就是对了。好，像这样子。牙口对牙口，然后呢，我们就先把它车固定。好，我们给它跟老公哦，我等一下跟里布一起车不用啦，就是乖乖的车2次，这样比较不会歪掉。好，我们现在呢就可以先跟里布合。好，我觉得这个方式这样比较好车，我们就先跟里布合。我想一下哈，我要用这一边。对，没错，这样子。好，我们把里布呢跟表布合在一起。先车哪里呢？我们要来车这个圆弧的地方，很像领子的口的地方，好，我们要来车这个领口的地方，好，带口的部分。然后呢，我们就跟着这个弧度车，慢慢的跟着它转，你不要把布拉直，不行哦，你一定要跟着，刚刚这样拉直是错的，不行，好，你一定要这样子远远的跟着它跑，好，你拉直的话，你的这个圆弧就会变形，对不对？你不是变形金刚，所以你就是乖乖的跟着跑，好，来跟着像这样。这样子慢慢跑，好，就慢慢的跑，千万不要把它拉直。好，你跟着跑完之后呢，回针，然后呢，我们就要来干嘛呢？又要来剪牙口了，好，有弧度的地方你就难免会剪到牙口，哈，所以那个嘎得往开来耶，开喝干，哈，这样子。然后呢，我们再把你要把缝份减小也可以哈，你要把缝份减小之后再剪牙口都可以，这个比较没有关系，因为它等一下会缩在外面，也就是说，你看哦，等一下你翻过来的时候，它这个缝份呢是在这边，所以没什么差，像这样子。好，然后另外一边呢，我们也把它车起来。很久没拍影片了，讲话好像有点太一本正经了嘛，不要期待我会讲笑话啦，因为我也没有什么笑话好讲的。
就是奇怪，大家都觉得我讲的很好笑，还说我在搞笑，我并没有在搞笑，好不好？我一直很认真的在教你们呢。好，来，再来那个周围再跟着这个弧度跑一下。可怜哦，很震惊，然后人家却觉得在搞笑，我天生就是搞笑命，就是那个走那个搞笑艺人命嘛。这样也其实也不错啦，就是手作你就是放轻松哦，不要太严肃，你太严肃我车起来，人生都没快乐哦，对不？而且自己底下我被干扣是何必嘞，对不对？好，我们这样子呢，翻到正面之后呢，它的这个边边呢就可以把它打开。打开之后，如果你有熨斗的人，你现在可以去烫一烫；没有熨斗的人，跟着我一起车。把它压固定一下，好，先压固定哦，不用怕哈，先把它压固定。然后呢，压固定，因为你没有车的时候，里部会稍微跑上来，这时候该怎么办？在车的时候，里部拉一下，哈，你就比较不会车里部就不会痛出去哈。你里部稍微拉一下，哈，然后表部往这边推，你就比较不会痛出去。这样，好，拉一下，然后再这样车。那车的时候，你也是不可以拉直车哦，不可以。你也是要跟着这个弧度跑。那很多人车弧度很丑啦，就是因为你都乱拉，哦，该拉不拉，不拉一直拉，哦，这样是不行的。不要这么的，有些地方也是不要太随心所欲，哈，我们就是要跟着这个弧度跑，这样你的弧度才不会变形。好，我们这个漂亮就水的，加哥哥利亚前要做白，那么对，哈。好，我们再来把另外一边也车起来。其实这个很简单啦，简单到哈，本来也蛮不想拍影片的，因为我们之前有出这一组的材料包哈，我就只有用图解而已，平压中央。然后呢，后来因为又做了这个，因为要加了毛球，哎，想想好啦，拍影片呢比较大家容易看得懂哈，跟着一起走。话说啊，刚刚啊在下午之前，我的这个缝纫车这边规个拢中不飒飒，乱七八糟。我要谢谢我的同事们帮我把布料移开、整理好，他们真的很辛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多谢你呢，你们真的很辛苦。好，讲完那个感谢的话之后，我要继续车。好，我们把这两个这个弧度呢车完之后，正相对，把它对好。你不要就毛起来车呢，不是哦。我们是要只车表部的地方，好，把表部的地方车起来。那表部的地方要怎么车呢？你就是把它对好，车一个这样子，一个 U 字形，好，一个这样子的 U 字形，也不是 U， 这个应该叫 U 字形，好，就把它车起来就对了。只要车表部的地方哦，好，里部要把它拆，里部不要车到，好，里部这里不要车到，我们只要车表部的地方就好。这颗做起来超可爱的，好像这样。然后呢，我们就来车，把它四周车起来，把它对好之后就可以车了。那对好，所谓对好，就是你要从这一头哦，稍微看一下你这样有没有对好，不要乱对，好，免得车到最后都歪掉了。那当然，那个我们这一组也是会有那个材料包啦，不过应该不会卖版型，因为这太简单了，卖版型我都觉得不好意思。你们可以自己画，好，会做的人就自己画。好，我们之后呢，这个车完之后再把这个里部的地方呢，也一样 U 字形把它车起来，好。那里部的地方你就会看到它就是像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是先把这个弧度的地方为什么要先车呢？因为如果你先车这个四周的话，再去车那个弧度。较歹车，不是袂当车，是较歹车。啊，有较好车，你想不爱车较好车，要车较歹车，哎，你敢听？所以就是说我发现这样子的步骤会比较好车一点，因为我们这样弧度就不会拉伸哈，就比较不会变形，所以我就觉得安内车较好。然后这里也是要对好，也是从这一面，你不要一直猫起来车哦，你要先把这一面从这里先对过来，之后拉平再车，这样你车起来比较顺，而且比较不会说跑到车到那边的时候吼会长短脚，就是上下两片的长度会不同，知道吗？那我们这个都不用留反口，为什么呢？因为等一下我们要从带口的部分翻过来，那这个一定要打脚。这个模型支架呢，大部分的模型支架的包包样式都会有一个厚度，所以呢，我们就要做打脚。那打脚的话，其实应该很多人都知道打脚要怎么打。那我还是要讲一下哈，我们把这个侧边的缝缝跟底部的缝缝呢，把它打开哈，然后把它这样子
别起来，然后画出我们需要的这个厚度。那如果你们有跟我买那个材料包的话，当然版型就都有啊，你该打角几公分都可以啊，就是看那个版型。那如果你是自己画的话，这个厚度呢，你尽量是配合你那个支架好的那个厚度去做，会好看一点。好，那把多余的部分剪掉。好，打角要打4个，有点久。你们现在可以打瞌睡或去喝水、上厕所，因为这个时间是打角时间，就该啉水去啉水，该本手去本手，有无？好，巴肚要进去泡泡面，好，泡了开那个再来看。反正我要打4个角，没有那么快哈。我今天声音是不是比较低呀？因为太久没讲话，声音比较低。声音刚刚有较低，赶快润润喉。那我这个角度呢，大概是我自己这个材料包的这个，我是做10公分的厚度。那胖胖的呢，厚度比较厚呢，就是装东西的话，你打开的话就一目了然了，就是什么东西都就是可以摆得平平的，我觉得还不错。5盒5瓣啊，因为这种毛球的包包呢，如果你做得太扁哈，就没有它那种蓬蓬的感觉。刚刚看不像你勾追，对不对？所以呢，我就是把厚度做厚一点点，让它看起来更可爱一些些。好，这样子，来继续来打角，还有2个。基本上咁大啊。好，发现其实喜欢手作的人很多那很多是妈妈们要照顾小孩真的是时间比较少，只能趁着晚上睡觉前看一下影片所以你们要是那个看一看可以帮助你入睡，那我也算是功德一件，有没有？还是说你们忙碌之余可以博君一笑，那我也是算是做了一件好事，嘛是袂歹。来，不过我觉得我听到最特别，不能说最特别，比较让我印象深刻的留言是，他说看我的影片可以解他的乡愁。听起来有点心酸酸的，可是又觉得好，我很乐意，就是说很高兴，说我可以帮上这个忙，让你听到一些家乡话，对不对？好，把角打完咯，4个角都打完了，好，那我们就是可以把它翻到正面来的意思了。好，我们要从哪边翻呢？就是从这个带口这个地方呢，我们就把它翻到正面来。这时候你就会发现呢，你的带型基本上样式已经出来了。好，那我们把它翻到正面的时候，记得把这个刚刚打角的这个地方呢，给吐用金桃花给吐让它这个带型会比较那个边边才不会藏在里面，这样子。这时候你就会发现你的带子这样蛮漂亮的。那刚刚你记不记得我在车里部的时候，我有这边说，我要车哪一边？也就是说，这个带子我是这样盖过来。那相对来说，我觉得它是正面，所以我打开的时候，我希望里带在这一面。所以你们记得说，你里带要放哪一面，当然是没有规定，只是个人的习惯，所以你就可以稍微思考一下。好，现在呢，我们就把这个厚度、这个宽度的地方呢，把它车固定起来，直接把缝缝打开，然后把它对好，然后呢，我们就把它固定，等一下就把它缝合车起来。像这样子，好，车完之后呢，我们就就还没车啊，我们就这样固定好之后，我们就车咯，这没什么花样，就直接车起来。所以这卡很简单，就是不用这边弄很小的尺寸，这边翻来翻去都不用，还蛮简单的，所以可以做出一个简单然后又好看的包包，你不是觉得很得意吗？对不对？两个说，哎呦，那样碎哦，听了就是爽啊。对不对？来，好，快车完了之后呢，我们车到这个康展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把它翻到另外一面去。为什么呢？因为我即将要来上这个提把的部分。好，上这个提把的部分呢，我们这样车会比较好车。那提把的部分呢，本身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剪接一下。如果你布料够的话，你当然可以长长一条。那像我的话，我就是会把它接一下。接一下一个好处就是有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两边的这个缝缝呢，刚好可以对准两边的那个接线点，所以我先把这个长度
先把这两边把它车好。那如果你喜欢提把挺一点的，你也可以在这里贴衬哈。那可是基本上呢，提把本身是铁质的，如果你不贴衬也还好。那如果你想贴就贴，这样子看个人的习惯哈。好，我们把提把这个地方呢，我们都把两边接起来，两边接起来，接成一圈哦。你有没有看到？接成一圈。那接成一圈之后呢，我们在烫布衬的时候呢，我就先把这块提把的布料呢，先把它对半烫。你有没有看到？然后呢，再从这里这个缝缝的地方呢，往上烫，把缝缝烫进来。为什么呢？因为我等一下比较好车。怎样好车呢？好，请看哦。按我喝车就是看这，无押韵呢。好，来。首先呢，我刚刚说我接的好处就是怎样？我这个缝缝的地方刚好可以对这个侧边缝缝的地方把它对好，然后我就是把这一段车起来，这样就好了。这样看得懂吗？这样子，然后我就把这边车起来，慢慢车，你不要拉哦，拉了就变形了，好，这样车起来。那你一定前后都要回针，不然它会破掉，哦，提把。纯提把啊，等一下拉叠头卡，那不是很好笑吗？对不对？好，我们就像这样子把它接起来，然后到这个浪康这个弧度的地方就不要理它。另外一边呢，就像这样子继续车。你要对好哦，好，对好是哪一边？这一圈你要对好，你不要转一点，不要这样子弄斜了，你要把它对好，好，就一圈要保持平整。然后呢，一样把缝缝打开。用强力夹或珠针别起来之后，放平，放轻松，再把它车起来，这样，帮它搞外卡，好，把它车起来。好，回针，然后呢，我们就要来把它那个固定车好了。那固定车好的时候，我突然怎么没什么劲啊？因为我突然在想，我们那个门市在放音乐，我一直在听说那个是谁在唱歌，哪个歌手，害我就有点分心了。好，不要分心哦，专心一点。我们把它对折下来之后呢，我刚刚不是说我已经把它烫好了吗？所以如果你没有烫好的话也没关系啊，就是现在折。那如果你有烫好，就在你烫衬的时候顺手把它烫好的话，你现在就可以很轻松的这样子把它折起来了。哦，它就比较不会跑，你就可以用珠针稍微固定一下，或是用强力夹把它固定一下，这样子把它固定好。这边也是，好，把它固定好。那如果你技术够的话，你当然也都可以标别珠针啊，那就是看你了啊。技术特你得它固定嘞，多别几根珠针对你没有什么坏处哈。好像这样子，我们把它稍微别起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车哦。那开始车的时候，你要注意的是什么呢？等一下我们车的时候要留一个缺口。我留缺口干嘛呢？我们不是要穿这个模型支架吗？如果你没有缺口给它穿的话，请问它要从哪里跑进去？对不对？又不是那个隔空取药、隔空放支架，好，那个不可能，对不对？阿北人盖黑暗哈，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留一个洞，好，来车这个让它放支架。所以当我们折好之后，把它折好之后，我们在车的时候呢，从这个边缘线这里，从这个边线呢，各留大概0.75或是1公分哈。然后去做压线，从中间线过来0.75之后再来车它，这样子听懂吗？然后车的时候你可以把珠针拔起来，然后车到哪里拔到哪里哈，你不用一次全拔完，那网费你刚才再别哈，把它车好，车压0.1，压到这里的时候请注意哦哈，单兵注意看这里，来把它对好。把它对好，这样子继续车过来，这里就是隔空了哈，我们就继续做压线就好。那你尽量就是要压一样宽啊，你不要压的那个高啊加全会灌大等啊，大些些，不要这样哈，我们就尽量保持一样的宽度。说到大等，
我们台南武圣夜市有一家香肠大肠很好吃的，没来，想第二个想没见。好，然后接下来这边还要不要留？不用哦，因为我们这边呢，两边的支架都可以从同一边去穿，所以我们的洞呢，只要留一边就好。所以我们就现在就是车一圈，好。哎，我这个影片这样拍会不会很长啊？哎，我还有毛球还没教嘞，给你卡丘布。突然想到说还有毛球，我要教你们怎么剪布哈，才不会搞得整间都是毛毛的。一二想到就毛毛的，这样对不对？不是哦，好，来先车，把它对好。好，那车到这边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啦，就是把它对漂亮一点，尽我们的努力把它车美一点。哎，这卡拿出去真的是超可爱的，一个人拢笑脸几20岁的感觉。非常的那个好看。那有人问说，哎，可不可以做成侧背包？当然可以啦。你只要在刚刚那个边缘这里哈，我们中间夹车一个这个 D 型环，你就可以当侧背包了哈。所以那个要做侧背包的人，你可以自己去增加哈，增加那个 D 型环。D 型环加了之后，挂上那个背带，就是侧背包。好，我们要车来一圈了。记得从中央线过来到0.75的时候，你就要停止了，不要一直车过来哈。好，我们这里要留一个洞。好，车完了一圈像这样子。如果你现在没有加支架的话，其实你就可以这样拿，对不对？你就可以这样拿。可是我们要加支架，好，先翻到正面来。如果你不喜欢加支架的话，你现在就可以这样拿了也是一个小包包，很可爱。那如果加了支架，好，我们刚刚不是留了洞吗？我们现在就来穿支架，把支架穿进去，然后把洞呢就从这里，然后开始支架捏个凸轨，来，支架穿过去到那一边，然后还有那个支架哈，一次都会附2只啊，不会只附1只哈，所以2只。一边穿1只，你不要2只穿同一边啊，个性不要这么白目哦，好，一定要一边穿1只哈。然后我们的支架就像这样子穿过来，就像这样，是不是很漂亮？好，然后呢合起来就会像这样子，然后雏形都出来了。你看这个袋子其实这样就可以背了，只是我们等一下要加小毛毛球，比较可爱。不加毛毛球的，你现在就可以差不多也当可以捆了哈。然后刚刚这里不是一个洞了吗？现在我们要从这里，不要压到支架为原则。把这个洞补起来，好，把这个洞补起来。那补起来的时候，你要顺便做什么事呢？你猜猜看，就是呢，中间这个地方你要车一条线，让支架2只支架不会相怕，好，不会跑来，不会招去隔壁呢。好，我们支架中间车一个，哎，你不要车到支架，千万不要，因为你车到支架的话，你的针会断掉。好，我们就这样把它固定住，这样支架呢才不会跑来跑去。你的支架2边才不会左边跑到右边，右边跑到左边去，哈，这样提起来会比较顺。好，另外一边呢，我们也是固定一下，先把支架往2边挪，往2边挪过去之后，你再来压中央的这个线，从缝份，好，从中央线压一下，压一条线，回针一下就可以了。那如果你不喜欢压线呢，你也可以手缝，好，从里面把它手缝固定。好，像这样子呢，我们的支架就不会跑来跑去。好，现在基本上呢，我们就是已经完成了，对不对？像这样子，哎，我们带棉花来，这样子，好，我们就已经快要完成了。好，我们现在来车这个蝴蝶结，哈，就是这个毛毛球的蝴蝶结。首先呢，这个毛毛球蝴蝶结呢，我们会有一条棉绳，好，用一条棉绳，然后我们就来打蝴蝶结。有没有人不会打蝴蝶结？蝴蝶结很简单哦，一个是横的，是水平，一个是垂直，有没有看到？水平跟垂直之后，你把它拉过去，这个洞穿过来，它就会是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看到没有？这样子，那我们做出一个漂亮的蝴蝶结之后，我们就可以把它固定在我们的这个刚刚的那个扣环、扣带的上面，好像这样子，做一个很漂亮的蝴蝶结。烧香，胸顾不恭维啊，漏洗。好，我们就可以像这样子，把它放在上面。好，那放在上面呢，
不要打太紧，因为我们要用车的车固定，所以你就不要打太紧，把这个形状整理好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压上去，直接哦用那个针车直接压上去。不想这样直接压的，你也可以手缝哈。那如果你不想手缝的人，你也可以真正去做一个蝴蝶结，真正去打，你就压一条线自己打。那因为带子的部分呢，其实你拿来拿去，有时候这个蝴蝶结很容易松掉，所以我就是直接用车的固定它，好，这样子，兔点的勒去，像这样子，有没有看到？那如果车这样的话就，那都没什么好看，所以我们要来做一个小毛毛球在里面，在下面，在这个蝴蝶结的下方。那做那个毛毛球呢，我们就先打2个这个结，好。那你可以去决定你这个蝴蝶结这个2个摆的长度，好。那你要加上毛毛球的长度呢，你要这个毛毛球会把这个结遮住，所以你要看你剩下多少。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看，剪这个长毛布。好，刚刚说要剪长毛布，要教大家怎么剪长毛布。首先呢，你要在长毛布的背面画出你要的形状，这是一定的嘛，要不然你徒手剪圆很难剪。如果你就这样剪的话，你容易剪到这个毛，它就很容易掉，好，这个毛就容易像这样掉下来。所以你要怎么剪，让你的环境比较不会到处都是毛呢？所以呢，我们必须把我们的剪刀穿到这个布跟毛的中间来。好，其实还蛮好剪的，就是你只要穿过那个毛，你有没有看到？不要剪到毛，穿过它，然后只要剪后面这个布。你帮我拿那2个包包，谢谢。里面是不是有棉花？我刚忘记拿过来。嘿嘿，那个蓝色里面是不是有棉花？有哈，好，谢谢。这个我也要，谢谢。刚好同事来解救我的那个。让我不用再跑去拿。好，我们把它穿过去呢，之后呢，我们就这样慢慢的，你不要太大力，你不要开太大哦，你开太大，你就会剪到那个下面的毛。你就这样短短的，在它的中间，抓那个手感，在它的中间慢慢的剪。这样的话呢，虽然毛剪断的还是会断，剪到的还是会断，但是你已经避开大多数剪掉的毛。你看哦，有没有看到？它被剪断的还是多少会掉，不可能完全没有剪到，可是它已经避开大多数那些剪掉一半的那些毛，就不会整间都是毛，这样听懂吗？好，来像这样慢慢的把它剪下来。好，所以你的剪刀呢就不能开太大，因为其实我也是过敏体质啊，所以你们常常听到我的声音，鼻音好像很重，我没有感冒，我只是过敏而已，好。所以就是尽量减少这个过敏的这个来源，就不要让它毛毛的。好，我们现在打开一看，有没有？几乎不太会掉，对不对？要不然平常你要是随便剪的话，到处都是毛。好，如果我剪这个给你们看好了。如果你们这样剪的话，你看它的毛就会这样，像这样碎碎的小毛就全部都会掉下来，有没有看到？然后这个边缘呢，也就会这样垮开公，有没有？没有像这个毛都没有被剪断，好。所以呢，就像这样子，我们就慢慢剪过来。这样会不会花很多时间？我看已经几分钟，哎呦，30几分钟，而且我的那个什么，已经快要没电了，手机快要没电了。好，开口讲快一点，但不等这下来喝起了。好，就像这样。那其实怎么做毛毛球，我在另外一篇有说过，专门讲解怎么做毛毛球的。好，只是我没有示范怎么剪这个布料。好，就像这样子。所以呢，你看到这块它就会很多，刚刚要示范的就会很多小碎毛剪出来，可是这块就比较不会，有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就是这个的差别啦。然后呢，我们在毛毛球剪完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缝这个毛球哈。那缝这个毛球的话，我看到我手机没电，突然有点紧张起来，因为没电的话就麻烦我的影片就要这边剪辑。好，我们首先呢，其实你们可以去看另外那一篇啊，我有一篇有教怎么，说怕干了，我有一篇有教大家怎么去做毛毛球，要不然你们去看那一篇好了，比较万一没电的话，你们就去看那一篇，好不好？好，把这个
针先穿好。等一下我缝1颗就好了，好，不用2颗都缝。看太久也是没什么意思，一直做一样的东西，没电的借口就很多，有没有？哎，伊伫拍角啦，人吼，我讲，人就是袂使赶紧，你赶紧吼，物件你就是做袂水，所以要保持从容。你看，像我这样子，这边就打结了，所以不要急，越急就会越慢。好，好，来，人讲紧事看半点条。急的事你就反而要放慢脚步去做，这样你才能做得好，不然你只会越做越糟。来，我们沿着这个边缘呢，这个东西你这个结要打大一点，要不然它一下子拉了就过去。然后沿这个边缘缝1圈。那你的针目不要太大，如果你的针目太大的话，你的那个毛球做起来会像小笼包，上面会有皱褶，一条一条的皱褶，就没有那么圆。所以你这个针目不要太大，哈。一起停了，跟他在停个明仔。不会，其实做这个毛毛球，除了你可以做这个装饰以外，你也可以拿来当法术啊，2颗毛毛球的法术那种，有没有？还是说你可以当包包的装饰、衣服的装饰，其实都还蛮好看的。我自己觉得，因为我还蛮喜欢毛毛的东西。刚刚做过注意看到，尤其像现在天气越来越冷，你看到毛毛的东西，你就会觉得比较温暖。好，我们把它稍微抽紧之后，你就会发现它像一个那个包啊那个吧。然后呢，我们就来把它怎么样呢？放一些棉花进去，好，放一些棉花进去，这样子。然后呢，就用力拉。啊，你不要就开始缝嘞，你要固定到那个蝴蝶结上面。好，用力拉。你这个时候你就去，捏捏看你觉得你这样棉花够不够？好。不够的话，你就多加一点。如果你不喜欢太硬的话，你棉花不要加太多，免得一颗像石头。要不然你干脆藏一个石头在那边好了，还可以当武器，有没有？好，我们就把这个结塞进去。所以你为什么要打结呢？因为你打了结之后，它就比较不会松脱哈。然后用力拉完之后，我们就开始缝，把它从各个角度跟它洗经12个方向，有没有？然后穿过这个棉绳，然后你就是把它缝紧，缝紧你就看不到线哦，哈。你如果看得到线，就是代表你那个绳子，你那个线没有拉紧。所以呢，我这个线呢，你们不要用的太少股，像我就用4股去拉，这样你就比较不会断线，才不会说一用力拉，然后就线就断了，你就要重缝，好，这样子，这样子其实拉没几下，你就发现它的那个形状都出来了。那如果你要缝得更漂亮的话，当然你就是慢慢的、密密的缝，好，一定可以缝得很美的。因为它毛毛的，你缝丑其实也看不太出来，知道吗？会像这样子，好，把它缝起来。那你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做在拉链的尾端当装饰哦。好，所以其实毛毛球还不错，蛮好利用的。像这样，好，我们把它缝起来。打个结，你打结的时候用力压进去，然后打结，用力压出来之后，那个结就会陷在里面，你就看不到。看不到之后，你再缝1针出来外面，用力拉，拉完之后，用力拉的时候，再把那个线剪断，好，这样你的毛球就会很漂亮的、完美的固定在这个蝴蝶结的下方。好，所以呢，这个包包呢，像这样子它就结束了。如果你再缝另外一颗球，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磁扣，好，磁扣呢，把它缝在刚刚我们固定蝴蝶结的地方，把它缝住。好，这个就不用示范了，因为我跟你说手机我快没电了，所以没办法。好，就这样子，然后呢，把它扣住。扣住的时候，它就会长得像怎么样呢？长得像这一咖这样子，有没有看到？像这一咖这样子，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磁扣，有没有？可以这样把它扣住。你看蓝色也好漂亮哦，很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蓝色很漂亮，这样子。那如果呢，你不喜欢上面有一个这个扣环的，你也可以做像这样子。好，就是不要做扣环，直接把这个毛球呢，直接怎么样？把它打一个蝴蝶结，那你的毛球就会
就没有那个扣环。可是相对这种的话，它比较容易掉，比较容易掉。所以呢，你喜欢怎样的做法都可以。那刚刚我就说了，如果你喜欢做那个背带的，你就是在这个地方呢，自己加低型环往上，它就会可以让你背。所以你看水蓝色也是好美，然后这个桃红色呢也是美得不得了哈。那所以每个袋子呢，那个颜色都不一样，就是看个人的喜欢。那我们就是其实这个包包真的不难，那可是材料比较多一点，所以需要材料的人，当然你可以跟我们店购买，当然你也可以自己用别的布料去做，就是随便你。然后打开的话呢，就是像这样子，容量非常非常大，你可以装好多东西哦。然后拿起来就是青春无敌又可爱啦，就超好看的啊！可以吹大家看你，跟他一下领勾追，对不对？所以呢，喜欢的人呢，你可以赶快做一个包，拜拜。